S 哲思论点：一、架构一与架构二，引导内在力量的智慧。人生充满了挑战，无论是个人目标的实现，还是追求健康和幸福，这些挑战需要我们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体系。本文将探讨一系列关于架构一与架构二的智慧，这些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内在力量，并引导我们迈向积极的生活。架构一与架构二的观念：架构一代表着物质世界，而架构二则是内在世界。在这个理论中，架构二被认为是创造的源头，一切事件都源自于这个内在世界。这个观点告诉我们，不仅物质世界具有现实性，内在世界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信念的力量：信念是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只要我们真诚地呼唤，并需要某事，它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这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和期望可以引导我们吸引积极的经历和结果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培养积极、充满信心的信念，相信自己所需的一切都将会实现。负面思维的电磁波：负面思维产生有害的电磁波，对我们的健康构成真正的威胁。这一观点强调了思维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。负面的思考和信念可能导致不良的生理效应，因此，我们应该学会积极思考，以维护身体和心理的健康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观念？要将架构一与架构二的智慧应用到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一、培养积极信念。从现在开始，培养积极、充满信心的信念，相信自己所需的一切都将在适当的时候实现。这种信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引导内在力量，吸引积极的经历。二、关注思维品质，密切关注思维的品质。负面的思维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，而积极的思考则有助于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。三、质疑既有信念，质疑既有的信念，尤其是那些限制我们的信念。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某事不符合传统的理性思维而排斥它，而应该考虑采用更自然的方式来理解和利用这些经验。四、协调思维方式。我们应该认识到创造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可以协调共存，而不是互相排斥。在不同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灵活地应用不同的思维方式，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。五、结论。这些智慧来自于架构一与架构二的理论，它们提供了关于内在力量和信念的重要见解。通过培养积极信念，关注思维品质，质疑既有信念以及协调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些智慧，塑造更加健康、幸福的生活。珍惜并应用这些智慧，让内在力量引导我们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前进。二、释放内在力量，知性与神奇之道的共舞。人生中，我们常常需要找到平衡点，一方面要依赖理性思维进行冷静的分析，另一方面要跟随内在的冲动和直觉。本文将探讨从赛斯的教导中汲取的智慧，这些智慧帮助我们理解内在力量，以及如何将知性与神奇之道相结合，实现更加积极的生活。找到人生的重要意义。赛斯提醒我们，找到自己的重要意义是改变人生的关键。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追求物质上的成功，还要深入思考生命的真正目的。当我们明白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时，人生将会焕然一新。一、知性与神奇之道。知性被视为高度智慧的一种表现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它可能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中。知性往往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，以及由此产生的偏执和焦虑。然而，知性并不是孤立运作的，它应该与其他人格部分协调工作，这些部分可以为它提供额外的信息和神奇的支持。
二、思虑与悲观，想得太多的人往往更加悲观，他们容易陷入思考中，沉湎于无休止的问题和担忧之中。然而，这种倾向并不是自然的状态，而是知性被过度强调和孤立的结果。三、知性的局限性，传统的理性处理方式通常是悲观的，因为它试图通过自身的方法和问题解决方案来达到目标和满足欲望。但很显然，这种方法对于探索更多可能性的人并不适用。四、知性与直觉的共舞，要实现更加积极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将知性与直觉相结合。知性为我们提供了理性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，而直觉则是内在智慧的表现，它引导我们跟随内心的冲动和直觉。通过协调这两者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五、结论。赛斯的智慧不仅仅是一种理论，更是一种实践的指南，它鼓励我们积极地探索内在的自我，并将这个自我与理性思考相结合。当我们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时，我们会更加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与内在的愿望相契合。释放内在的冲动并不是盲目的，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了解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。同时，赛斯的教导也提醒我们，不要被负面的思维和过度的理性所困扰。负面的思考会阻碍我们的成长，而过度的理性可能使我们失去与内在自我的联系。因此，要建立积极的信念，将知性与直觉相融合，让内在力量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人生旅程中，我们可以借鉴赛斯的智慧，追求更加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。让我们珍视内在的声音，跟随内心的冲动，同时也运用理性思考来制定明智的选择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创造出独特而有价值的生命，同时也帮助塑造更美好的世界。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意义。